据可靠消息，孟氏集团总裁孟若清小姐就在你前方的那家酒店里，她身上携带着5纳米核心技术的资料。云天，你必须确保她的安全，绝不能让资料被抢走。放心吧，国主，没人能将资料带出龙国。马上！只喝了一半，这是意识到酒里有药。大哥，人跑了！跑了！所有人行动，追杀孟若清，不惜一切代价拿回资料。是。你是？我是来救你的。你觉得你们两个今天跑得了吗？看到了吗？我黑龙会的顶尖高手，他们的力量足以毁灭一座城，是吗？乖乖交出资料，我可以考虑给你们留个全尸。还给我们留全尸？我现在奉劝，立刻跪下给孟小姐磕头道歉，否则你这所谓的黑龙会顶尖高手都将灰飞烟灭。你是在找死！给我灭了这小子！你在找死！你，孟小姐，孟小姐，好热，我好热。孟小姐肯定是被那个混蛋下药了。好热。孟小姐，你冷静一点，我是有老婆的人。5号纳米核心技术的资料已列入国家最高机密，一旦落入黑龙会之手，对我们造成的损失将无法估计。云天这次成功保全资料，立下大功，我将授予你龙国最高的战神荣耀，届时将为你举办册封大典，册封你为龙至尊。谢谢国主。另外呢，你将获得100亿的奖金，以及国主，我想将我的其他奖励换成龙珠。龙珠？明天是我老婆的生日，我想将龙珠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龙珠？那可是夜路凌晨4大家族当年的结盟信物，谁拥有谁就可以凌驾于4大家族之上。当年4大家族担心有人独吞，这才将龙珠送进国库，尘封至今。云天的妻子若获得龙珠，将获得4大家族的绝对拥护。云天这次的行动呀，关系的是国运。好，那我就将龙珠送给你。既然你说明天是你老婆的生日，那册封大典就定在明天。来，龙珠就在里面。多谢国主。你姐回来了，快看！
姐。姐，这留学1年回来，变得这么高大上了，连保镖都请上了，还请了仨。这可不是我的保镖，是我男人的手下。你男人的手下？云天？他算什么？我的男人顶天立地，虽然我无法成为他的原配，但是只要我成为他的女人，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甚至为他去死。无法成为他的原配？你当别人的小三了？小三又如何？多少女人想还想不来，我高梦洁是烧了高香，才能成为他的小三。这颗龙珠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生日礼物了。梦洁得到它，应该会很高兴。你来的正好，我有东西要给你看。梦洁，正好我也有东西给你看。还是先看看我的吧。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从此以后我们各不相干。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从此以后我们各不相干。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滚蛋的意思。瞧你这穷酸样，配得上我姐吗？啊？我配不上你姐。一个垃圾，于我们大人的女人而言，那是一种玷污。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然后滚蛋，不要靠近高小姐。高梦洁，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可是战神的女人。战神的女人？良禽择木而栖，你懂不懂啊？而你就是什么，一个开破保安公司的。赶紧在离婚协议上把字签了，不要再缠着梦洁了。你给我听好，我现在的男人可是封号为贪狼的战神顾狼风。顾狼风？是他？别装了，难不成你还认识他？顾狼风，龙国5大战神排行榜最末。别说是他了，就算是排行榜第1的刘孝甫，在我主人面前也得跪着，又何须认识他？而且据我所知，顾狼风2年前就已经结婚了。难道说你是他的小三儿啊？高梦洁，你跟我离婚就是为了去给那个顾狼风做小三儿？我心甘情愿，而且我现在过得很幸福。我还想送给你生日礼物。这个就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看看，这就是做你女人的下场，连份像样的生日礼物都收不到。只要主人打开这木盒上的密码，你将会看到一个东西，它就是由叶、陆、陈、林4大家族早年结盟的信物——龙珠。4大家族当年结盟的信物。哎，你们听听，他说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几年前他们4大家族结盟的信物，也就是说，你要送我一份龙国最尊贵的礼物了。有了这龙珠，你的身份立刻暴涨100倍，甚至1000倍，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你们相信吗？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信吗？哼！云天，我看你是疯了吧？想挽救回我们的婚姻，就拿这么个破玩意儿来编织出这么幼稚的谎言。我女儿当初是怎么嫁给你这个无耻之徒的？我拿我所有的奖励换着这龙珠，送给她做生日礼物。我倒成了无耻之徒。我姐呢，是貌美如花了一点，也的确是聪慧能干了一点。你想挽回很正常，我能理解你。但是，你竟拿这破玩意儿来糊弄我姐。云天，收起你的幼稚吧。该死！你宁愿当那个垃圾的小三儿，也要亲手扔掉我主人给你准备的这场顶级荣华富贵，是吧？还要用这破玩意儿糊弄，真是可笑至极呀！你们高家也太过分了吧？难道你们忘了，当初是我主人把你们从困境中拉出来的？你们做生意欠下巨额赌债，是我主人他用积蓄把你们拉出困境，化解危机，后来又各方面帮你们打通关系，才有了今天的这种局面。
你们就是如此忘恩负义吗？当初我胁迫他帮助我们高家了吗？云天，当初我们高家逼着你拿所有的财产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了吗？我姐说的对，我们高家既没有胁迫他，也没有求他，一切都是他自愿的。没错，没有求吗？当初是谁炒股欠下了一屁股债，找到我主人跪在地上跟狗一样求着他？你现在这么快就忘了？姐夫，你帮帮我，姐夫！你要是不帮我，我就要被那些债主砍死了。你一定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我砍死的，是吗，姐夫？你能不能挣点钱？算了，这张卡里有30万，年码是你姐生日。谢姐夫，谢姐夫！起来吧。我嫁给他，我弟就是他的小舅子，他帮小舅子，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就是应该帮高洁的，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是吧？行，我今天就要好好教训教训某些白眼狼，教教你们怎么做人。小雅，有些人就不配拥有荣华富贵。我们走。站住！高梦洁，你还想怎么样？离婚协议还没签字就想走啊？对了，还有另一份协议也要麻烦你签一下。这份协议就是财产转移。财产转移？是啊，我男人要开一家网络公司，那家网络公司的规模还不小，只不过资金周转有一些缺口。我作为他的贤内助，自然要尽全力的保护他。对了，你给我500万的零花钱，我也男人能帮他。那500万你也给他了？你怎么可以这么无耻？无耻？你呢？应该用贤惠来形容我。顾郎峰就是我高梦洁此生的挚爱，我当然要用全力的去爱他，帮他，为他付出一切，我都无怨无悔。高梦洁，做小三做得如此理直气壮，你还是第一个。我不要什么名分，只要和他在一起，我就心甘情愿。好了，别说什么废话了，赶紧在这财产转移书上签字吧。之后你名下的所有财产都归我男人名下，听清楚了吗？是所有的财产。你去做别人的情妇就算了，还想拿走我所有的财产去送给你的奸夫？我男人的工资才刚刚起，你名下的财产应该差不多就能填补资金周转的缺口吧？小子，我劝你赶紧签了这份协议，否则我现在就打动你签字。都看到了，今天是这些垃圾自己找死。主人，和他们动手会脏了您的手，让开。如果他们今天不敢签字，那就打趴他们。给我上！这女人是谁？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身手？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知道她是谁了。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起，你就应该为自己的背叛付出代价。都退下，让我来。何须知道他们是谁？直接打趴就行了。我亲自来。你还想亲自动手？就开了个破安保公司，几斤几两，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很快，你就会知道我有几斤几两了。小子，你还想对战神的女人动手？战神大人，别手，事情办妥了没有？战神大人，我这儿遇到了一些麻烦。干什么吃的？一个开破安保公司你都搞不定，我马上过来。是。哼，小子，你听见了吗？战神大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到时候神仙都救不了你。还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你也越来越让我觉得恶心。那咱们不妨等等看，等你那封号贪狼的奸夫过来，
看他能拿我怎样。等你见到事实就知道，你在他面前就如同一只可怜的蝼蚁。高小姐，这小子对战神大人屡次的侮辱，我已经忍无可忍了，给我死！明日对于云天来说可算是双喜临门啊！不仅他夫人的诞辰，而且还是龙至尊的册封之日。我们能拿到邀请函，实属是荣幸之至啊！明天之宴是难得和云天搞好关系的大好时机。听说云天还是一个宠妻狂魔，那我们就为他老婆好好的准备一份生日礼物。能让龙国顶尖公司的总裁亲手送礼，这份殊荣也就只有云天之妻可以拥有了。爸，你说他为什么结婚这么早？若清，你是遗憾了吗？像他这样的男人，应该许多未婚女性在听到他已婚的消息之后都会觉得遗憾吧。我也想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够配得上他。那是缘分。哎，对了，之前追求你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战神？顾狼风。没错，就是他。听说还封为贪狼，你觉得他怎么样？他明明有老婆，却还像头赖皮狗一样死皮赖脸的追求，还封号为贪狼的战神。狗屁！他有老婆。而且我还怀疑，他就是背后设局的主人，只是我还没有证据。是他？暂且不提他了，我们去一趟高家，给云天他老婆送上一份生日厚礼。云天那么疼他老婆，一定会开心的。是他自己找死的，就别怪我们了。侮辱战神大人，那就是找死！云天，我给过你生的机会，是你自己不要。就算你被像一只蝼蚁一样让人捏死，都跟我们没有关系。找死也干！不知死活！这么恐怖！大佬，饶命呀！大佬，饶命啊！我上有80岁的老母亲，下有妻儿啊！铁手，你可是顾狼风手下的高手，怎能向他跪地求饶？被他当下尿，真是丢脸丢到家了！铁手，你在这小子面前跪地求饶，这不打我姐脸吗？跟起来啊！铁手，赶快起来，挺直腰杆了！大佬，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高抬贵手，我求求您放过我吧！他起得来吗？天，你放肆！你竟敢对我男人的手下动手！要是我男人一旦发怒，你承受得起吗？还不赶快放开他！小子，我劝你最好把他放了，否则一会儿下跪求饶的人就是你了。放开！云天，你竟然有这么强的实力，还一直瞒着，是欺瞒了我好久啊！云天，你太可恶了，竟然一直在欺瞒我姐！居然敢骗我们！云天，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想瞒着我？高梦洁，你对我的一切全然无知，却为了去当别人的情妇，甚至不惜与我离婚，还妄图拿走我所有的资产，去给你情妇的公司充当周转资金，我就为你吃了下马。我对你，对你们高家已经失望透顶。今日，我云天与你们高家彻底恩断义绝。你所有的事情一直都在瞒着我，还瞒了我这么久，真是可笑又可悲啊！还有，顾狼风是龙国5大战神之一，你知道龙国5大战神是什么概念？一个小人物，你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的。我家主人这次回来，本来想向你表明身份的，
还将为你举办一场顶级的荣华富贵。可是你却亲手把他当垃圾一样丢掉，还妄图掠夺他的财产，双手奉献给你的奸夫。你的所作所为太让主人失望。如果你们高家知道真相的话，我想你们一定肠子都会悔青的。真相？什么真相？云天，你到底是谁？他就是一个凡人的小蝼蚁，跟我顾狼峰的一个字儿，死！店主小心！店主小心！没事吧？有点身手。但是不多。居然敢向我主人开枪，我看你是找死！我男人可是战神，你们确定要动手以卵击石吗？狼峰，你总算来了。刚刚收到我们战神殿第一战神刘孝古大人的召见，耽误了一点时间。这可是喜事儿。明日国主大人将册封我们战神殿的殿主为龙至尊，而我因为在海外完成过一次拯救同胞的任务，也将被授予一等功。届时，我们战神殿的殿主必定会对我大加赞赏。受到你们殿主的赞赏，那可是你最大的荣耀。那是当然，我们殿主常年在外参加重要的秘密任务，我们战神殿的5大战神也从未见过他的真人，能在他的册封大典上领功受赏，是我莫大的荣幸。真是太好了，这可比那开破保安公司的要强10000倍。我姐能找到这样的男人，真是光宗耀祖了。云天，你听见了吗？这才是我高梦洁的男人，你算什么？高梦洁，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我当然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狼峰就是我最爱的人，至于和你在一起的那3年，我每每想起来都觉得恶心。小子，我收你的财富是在给你孝敬我的机会。是在给你孝敬我的机会，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掠夺我的财富，还说是在给我孝敬你的机会。高梦洁，这就是你一心爱的男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吗？如此厚颜无耻，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垃圾。皮肤又怎知青天的好汉？云天，你要听清楚了，我男人是看在你照顾我3年的份上，让你孝敬他。你不要不知好歹，有多少人求着我男人给孝敬个机会，求都求不来呢。就是，能沾我姐的光就知足吧，别不知天高地厚了。没错，明天册封大典之上，我不仅会荣膺1等功，还将见到享有最高荣誉的战神殿的殿主，我将得到他的赏识。我现在给你一个孝敬我的机会，你不感觉至高无上的荣幸吗？明天的册封大典上，我们大人也将无比闪耀，而你算个什么东西？是吗？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战神殿殿主要赞赏你？不过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的蝼蚁，又怎会知晓战神殿这种至高组织的事情？小子，我告诉你，明天过后，我们大人甚至有可能会成为战神殿殿主的下一任候选人，与现任殿主平起平坐。放屁！战神殿的殿主，那是我必须要用一生去仰慕的存在。拿我跟他对比，那是对他的侮辱。是。我也很期待明天的册封大典上，你见到你们战神殿殿主的那一刻。小子，殿主是我顾狼峰的偶像，更是我一生追随的存在。而你根本没有这个资格参加册封大典，更不会见到我们的殿主。那如果我不要去，明天受邀参加的都是有头脸的人物，比如叶、陆、林、陈4大家族都在受邀致典，而你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说起4大家族，还送了我个什么破玩意儿当做生日礼物，说是什么4大家族当年结盟的信物，拥有了它就能凌驾于4大家族之上，拥有荣华富贵。真是可笑啊！他一个底层的小人物，怎么可能接触到4大家族的结盟信物？这么幼稚的伎俩怎么能骗到我？所以我就把那个东西当成破烂给扔了。真是愚蠢至极了你！
高梦洁，你会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当初我嫁给你，就是做过最愚蠢的事情。好在我现在遇上了我最爱的男人，我愿意为他倾尽一切。王峰，明天册封大典上能不能带上我一起呀？我也想攀附上4大家族的人，以后承蒙他们照顾一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4大家族的人，我正好认识。明天册封大典上，带你好好认识认识。你是我的女人，我的面子，他们一定会给。太好了，郎峰，我果然没有爱错人。高家看来要飞黄腾达了。如果梦洁跟着某些开破保安公司的，那一辈子都不会有这种机会的。也就是说，到时候我不仅能结识到4大家族的人，还能见到你们那位战神殿的传奇店主，他一定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我已经非常期待见到他了。小子，明天册封大典之后，我将追随我们店主，我的身份也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我们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我也很期待明天在册封大典上，你与你们战神殿店主大人见面。那跟你没有关系。而且明天在册封大典之上，我还向所有人宣布，他是顾狼峰的女人，想必一定会受到店主的认可和支持。真的吗，郎峰？当然。太好了，郎峰，我是真的爱你，我不要什么名分的，只要能够做你的女人，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无耻！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主人，我也是越来越期待，明天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在册封大典见到你们战神殿店主那一刻会是什么表情？你就是嫉妒我和顾战神能够见到那位传奇的男人，甚至能够得到他的赏识和祝福，而你连大典的大门都进不去。别废话，还是赶紧把这2份协议给签了吧。高梦洁，你还真是愚蠢至极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着急把自己推入深渊的人。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胡言乱语呢？啊！小雅，别说了。太好，早来这么干脆不就得了。至于这份小子，你在找死！郎峰，别跟他一般见识，有辱你的身份。明天我们还要去见你们店主呢。也对，等明天册封大典之后，我要好好的玩死你。这种废物不及顾战神的1/1000，我姐离开他之后，还有谁愿意嫁？我愿意嫁给他。曾经我因为云天有老婆而感到苦恼，没想到现在某个愚蠢至极的女人竟然要跟他离婚，真是天赐良机啊！我100个愿意嫁给你。太好了，真是要好好感谢某些愚蠢的人。孟小姐，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都能在这儿，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郎峰，你怎么会认识他？他是谁？顾老凤，你好好告诉他，我到底是谁？你好好告诉他，我到底是谁？你好，孟小姐，我爱你，嫁给我吧。孟小姐，嫁给顾战神吧。像你这样的男人，别说是已婚，就算是未婚，我也没有机会。郎峰，你说啊，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是龙国第一科技公司孟氏集团的总裁孟若清。什么？孟氏集团的总裁？不对，那你们2个怎么会认识？我们怎么会认识？顾浪峰，你好好告诉他，
免得这个愚蠢的女人被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王峰，说你到底还隐瞒了我多少事情啊？不好意思说是吧？行，那我来帮你说。因为他曾经像条哈巴狗一样不知廉耻的纠缠一个有妇之夫，到处勾三搭四。现在你看清了，一个我不要的垃圾被你当成我的。不在意，只要郎峰以后对我好就行。话说孟小姐，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本来我听说你老婆，现在是前妻了。听说她明天过生日，所以我特地过来送贺礼。没想到却看到了这么一给我送生日贺礼。孟氏集团女总裁是什么身份和地位？怎么可能会给我送生日礼？能让我孟若卿亲自送的，唯有云天之妻。可现在我不是。不过我还得好好感谢你，不然我这辈子可能都没办法跟云天在一起。得了吧，你们两个身份悬殊这么大，怎么可能？哦，那你们看好了，吻我。孟小姐，你别。现在看清楚了。孟小姐，你别闹行不行？我没闹啊，你救了我一命，我帮你一次怎么了？我不是这样想的。那你是觉得我不如她漂亮，还是觉得我的身份地位不够高，不能为你争回面子？都没有。那你就是不想为那天的事情负责了？其实本来呢，我也不想让你负责的，毕竟嘛，你是有妇之夫，而且你又是为了救我。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你是单身。孟小姐，关于那天的事情，我没有想逃避责任。那就抱紧我。好幸运啊！原来你早就背叛我了，你这个渣男！我被骗得好辛苦啊！高梦洁，你怎么污蔑我都行，但我不允许你这么污蔑孟小姐。人家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容不得你在这胡说八道。哟，现在你就呼上，你们两个都这样了，还说什么清白？那是因为什么？到底因为什么？你说呀！特殊情况，我家主人的行踪怎么配让你们这些蝼蚁知道？你就接着编吧。堂当女总裁怎么会要一个扔掉的垃圾当做宝呢？真是可笑！你胡说什么呢？两个不知廉耻的东西，一个有夫之妇，一个有妇之夫，勾三搭四，最后还在一起了，真是天意。没想到你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吃软饭的本事倒不行，连孟小姐都心甘情愿地栽到你的手上。但是我告诉你，你已经成功激怒了我。等到明天册封大典，我将荣获1等勾，受到店主的赏识，然后我将荣耀加身。到时候我不仅要夺走你的一切，我还要让你生不如死。孟小姐，即便你是孟氏集团的总裁，你也护不住他。在他惹到我女人的那一刻，他的一生就注定悲惨。好，那咱们不妨等等看，等明天的册封大典，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荣耀加身。那你就好好等着。我们走。孟小姐，这人都走了，咱们这戏……我可没当这是戏啊！很意外吗？孟小姐，您是单身，这样传出去会有损您的名声的。可是我的名声已经毁了，怎么办呢？孟小姐，这个主人，看来这次您得负责到底了。小雅，你别拱火了行不行？我这刚跟高梦洁离婚，这对孟小姐不公平。高梦洁选择离开你，是她有眼无珠，我非但不会介意，反而我还觉得幸运。主人，我没有公主，我真的觉得你和孟小姐才是天作地设的一对。我赞成，云天，如果你愿意，我很乐意你成为我的乘龙快婿啊。之前你救了若清，若清已经都告诉我了，你不仅仅是只救了她的生命啊。孟老，这好吧，那在明天的册封大典上，我会举行一场我跟孟小姐的世纪婚礼，同时我还会邀请国主作为我俩的证婚人。这个太好了，很好。
云天，果真我没看错你。小雅，立刻去准备我跟孟小姐的结婚喜帖。原本4大家族只收到了明天册封大典的邀请，给我追加一份。没问题。另外，之前给予高家所有的便利，从现在开始如数取消，收回给予高家所有的产业补助。以前高家的所有商业资源都是您的给予和让利，这样一来，他们的资金链将会瞬间断绝。好，我这就去办。等一下，主人，你还有什么吩咐吗？顺便去给我查一下顾郎峰的真实身份。您是怀疑顾郎峰有隐藏身份？我刚从酒店解救孟小姐，她就出现在这江城。当初是国主派我来保护5号纳米核心技术，并且解救孟小姐。她身为战神殿另外5大战神之一，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所以绑架孟小姐夺取资料，极有可能是她勾结黑龙会策划。我怀疑她的真实身份是国际间谍。好，我这就去办。孟老，孟小姐，咱们现在去云水山庄。为什么突然要去云水山庄？云水山庄70%的股份是我给予高家，咱们现在去云水山庄，把它从高家的手里拿。原来如此啊。走。顾战士，这云水山庄是整个江城最有名的高档场所之一，我们江家则是这云水山庄的最大股东，而我则是这云水山庄雅兰酒店的总经理。雅兰酒店是江城唯一一家7星级酒店。这云水山庄是你们高家的，里面还包含一个7星级酒店。孟姐，你之前为什么没有告诉我？郎峰，我们高家在云水山庄持有股份，是当初云天送给我们的。我怕你不高兴，就没和你说。这是喜事啊！我为什么要不高兴？正是，顾战神，今天在这雅兰酒店为你洗尘，以表我们高家的诚意，请。想不到高总今天亲自带客人过来了，怠慢了，抱歉。梁经理，还算你有点眼力劲儿，给你介绍一下，龙国战神殿5大战神之一顾郎峰顾战神，我姐的男人。哦，原来是高总的姐夫。哎，失敬啊！你胡说什么？这不了解的事情就不要胡说八道，明白了吗？明白。欢迎战神先生光临我们亚兰酒店。战神先生，这是我们的菜单，请问您要吃点什么？还点什么菜？把我们亚兰酒店最好的菜和最好的酒也全部拿出来。什么？最好的菜和最好的酒全都拿出来？怎么？有什么问题吗？千万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以我们酒店的星级水准，最好的酒菜这么算下来恐怕不便宜啊。我是这雅兰酒店的总经理，今天我在这雅兰酒店为顾战神洗尘，顾战神吃什么喝什么都算在我头上，听明白了吗？明白，一切听从高总的安排。战神先生，亚兰酒店能够接待您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我这就去安排最高规格的菜品和酒水，请您稍等片刻。这雅兰酒店的酒和菜是真不错啊。郎峰，吃得满意就好。顾战神，这酒都是陈年精酿，价值数10万呢。这菜也是出自最顶级的厨师之手。我跟您说，即便比起那满汉全席啊，也毫不逊色。酒是好酒，菜是好菜，可是缺少营销手段，否则这雅兰酒店甚至是云水山庄
都会更上一层楼。怎么说？如果以我的名义把这云水山庄推广出去，你们觉得怎么样？别忘了，明天册封大典之后，我顾郎峰必将名声大噪。您的意思是说，让我们将云水山庄的股份转让给您，是不太好吧？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顾郎峰的，就是你们高家的。如果以我的名义，这云水山庄的收益无疑将直接翻倍，甚至是10倍。10倍？何乐而不为呢？郎峰说的对呀，这的确是将利益最大化的好方法。而且我要向云天证明，郎峰才能更让我们高家水涨船高。姐，你放心，这以后雅兰酒店总经理的位置还是你的。哎呀，你有什么可担忧的？明天庆功典礼上，郎峰就会被授予1等功，而且还能够得到战神殿店主的赏识。我相信他，那就这么说定了。待一会儿你就去拟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云先生，您怎么突然来了？我记得你好像是这雅兰酒店的副经理吧？啊，正是。不知云先生有何吩咐啊？我这次过来这里，是要收回之前赠予高家所有云水山庄的股份，自然也包括这雅兰酒店。啊！你现在立刻打电话，把高杰给我叫回来。云先生，高总现在就在雅兰酒店，他正在为一个叫顾战神的大人物洗尘。他们也在这里。是的。好，那就带我们过去。哎呀，云先生，谢谢。有意思，都在这儿呢。你这样阴魂不散的跟着我有意思？这位孟小姐，你们两个不是你干嘛还来纠缠我？梁经理，你把他带过来干嘛？存心恶心我们呢是吧？你现在被解雇了，立刻收拾东西给我滚蛋！高总，事情不是这样的。的确不是这样的，而是完全错了。高杰，你现在被解雇了，而不是梁姐。小子，你什么意思啊？这个呢，是我刚刚申请的股份收回协议书。我声明，收回曾经赠予高家云水山庄70%的股权。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再拥有云水山庄1毛钱的股份，当然，也包括这家雅兰酒店。你想要收回我们高家对云水山庄的控股权，你太过分了吧？过分吗？我只不过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去的道理？不好意思啊，我自己的东西，我想收回就收回了。要是你不服，我可以上诉。不过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太大不了。老峰，该怎么办？是啊，顾战神，这点小事对你来说那都不是事儿，轻松摆平了，对不对？是啊，顾战神，我相信你一定会帮我们高家的，对吧？老峰，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雅兰酒店被收回，我这经理一下子没了。老大，你现在把这云水山庄送给我，我就当做你最后孝敬我的机会。开最后孝敬你的机会，不好意思啊，这个机会我不要。这个账呢，也该结算一下了。
430万，结完账赶紧滚蛋！从此以后，云水山庄不再接待任何与高家有关的人。什么？430万？你是不是算错了？怎么可能这么贵？梁经理，算给他们听了。你们喝的都是珍藏版名酒，加起来一共260万，还有这些名菜，你们一顿的总消费430万，不会错的。你别忘了，当初你的命是我爷爷救的，你就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孙女吗？就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竟敢将我们高家的救命之恩忘得干干净净的。当初我们爷爷是怎么救你的啊？如今爷爷死了，你就这么对待我们高家吗？怎么，你们3个还想道德绑架不成？孟小姐，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我对你们高家已经仁至义尽，是你们逼着我跟你们恩断义绝的。停车！停车！年轻人，醒醒！醒醒！快来帮忙！云天，这么多年，你为了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娶了梦洁，还把你祖传的扳指都给了他。这些年，你历尽所能的帮助高家，可是这些年在高家所受的委屈太多了。我没想到他们利用我对你的救命之恩，如此的压榨。这是我亲手写的字据，你收好。以后高家再对你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你就收回你给高家的一切，与高家恩断义绝。高爷爷，高爷爷，这个是高老爷子临终之前留下的字据，你仔细看看，高老爷子已经走了，不要总拿他胁迫我。不可能，是不可能！这个字据一定是假的，我爷爷怎么可能会写这个？不信，我不信！伪造！高老爷子与我有救命之恩，伪造他的字迹，那便是对他的大不敬，我怎么可能这么做？都过来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高老爷子的亲笔啊？这居然真的是爷爷的笔记，是，不可能会写这个，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这么做？你们自己心里不清楚吗？高老爷子在临终之前，已经对你们的种种行径失望透顶，只不过他年事已高，在高家势单力薄，人微言轻，早已失去了话语权。然而，他对你们的所作所为，那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啊！高老爷子已经过世了，就不要再打搅他了。你们把账结了，430万，少1分都不行。好，不就430万？不好意思，这卡上的钱已经被冻结了。什么？你竟然冻结我卡里的钱？钱是我给你的，我冻结有问题吗？你别忘了，我们已经离婚了。
老风，怎么办啊？我也没有带够那么多钱。铁手，待会儿兄弟们给我凑够430万。是。好。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来孝敬我，可是你没有把握住，那你就等着瞧，明天册封大典上，我光芒万丈的时候，就是你生不如死的时候。你要好自为之啊！明天的册封大典，我也很期待。滚吧，记住了，以后不要踏入云水山庄半步。好。哈哈哈，痛快呀！真是大快人心啊！哈哈，没想到这高家竟然忘恩负义到如此地步。再过1天，等明天册封大礼，他们就能看清彻底的真相。到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了。见过店主。小雅，顾郎峰的事情查得怎么样？回店主，暂时还没有，不过快了，我一定会在明天大典开始之前彻底查清顾郎中的身份。很好，继续去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如果有异动，立马禀报。是。郎峰，你怎么带我来这种地方？明天册封大典上，我将见到我们战神殿的店主，自然要送一份大礼，以表我的忠心。没错，要是在这儿购买一件珍品，等到明天册封大典上，当着所有人的面送给你们店主，他一定会非常开心的。这幅画看起来不错，就它，把它买下来吧。啊！你好，这幅画的价格83万。哈，83万，这么贵？这可是座名画，83万贵吗？不是，你刚才也知道，我银行卡里的钱都被冻结了，没有那么多现金啊。可是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呀。那要不还是算了，不买了。不买吧，明天册封大典上是我表达忠心最好的机会，怎么可能不买？那怎么办啊？你这枚扳指看起来不错，要不然就用它吧。用它比啊？这个可是云天送给我的定情信物。这枚扳指是我们云家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其价值不可估量。现在我就把它作为咱们的定情信物送给你。你真的要把这么珍贵的东西送给我啊？等我们结婚之后啊，你就是云家的女主人了，而这枚扳指就是云家主人的象征。云天，谢谢你。这扳指是那小子送你的定情信物，那就更不该用了。好。老板，你看这个扳指能不能抵这幅名画？这可是一枚用古玉制作的扳指，价值不可估量啊！他居然用这么一枚扳指来交换这幅画，哼，这女人的脑子是被驴踢了吗？当然，绰绰有余。太好了，我还怕不够呢。不错，明天大典上，店主肯定会非常喜欢这幅名画。
高梦洁，你确定要用这个扳指来换这幅破画？你什么意思啊？哈，是在故意跟我制造偶遇，想让我对你回心转意呀？收紧了老掉牙的套路。现在呀，我的心里可全部都是痛。你真的很可笑。云先生，这位扳指总算物归原主了。老板，这扳指到时候我们只能按照这幅名画的价格算给您的。那当然，你多给我也不敢多收。现在我才算真正意义上与高家再无瓜葛。小子，我保证，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面前嘚瑟。明天册封大典上，我将是仅次于店主的耀眼的存在。到时候，你就能看清你和我之间真正的差距。明天的册封大典上，你的确会很耀眼，我很期待。小雅，那个废物，你究竟有多少财产？安保公司、云水山庄，还有其他一些，加起来应该还有好多亿。好，等明天册封大典之后，即便没有财产这种协议，我也可以轻易的将他全部的财产全部都给我。到时候，我要让他变成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太好了，那云水山庄就又能回到我们高家的手里了。怎么了？云水山庄姓顾，不姓对，姓顾。云天那个废物，给了个校长的机会他不要，那就别怪他。走，我们准备一下，等明天册封大典上，好好见见我的店主。国主亲自在册封大典上册封也就算了，还要在大典上举行婚礼，有点意思啊。这位神秘超级人物的面纱也马上就在大殿上揭晓。停！一个能被国主亲自受封，还能和孟氏集团总裁结婚，绝对非同小可。期待和他见一见。这样男人才能配成为我林汉的偶像，马姐的偶像了，好激动！不要贺礼，马上见我的偶像。哈哈，备受厚礼，随我去册封大典，见一见神一样的男人。出发！是。战神殿店主的册封大典现场就是气派，能够和他们一起参加，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好歹你曾经也是雅兰纸店的总经理，不要表现得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去，丢我们狼僧的脸。待会儿我会带你们去见有头脸的人物，到时候别给我搞砸了。顾战士，我们一定会注意的，您放心啊。是。哟，这个废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都到这儿了，你还对我死缠烂打？我们已经离婚了，你的这种行为只是让我恶心。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我会出现在这里，就非得是为你而来？难道不是吗？我不管是不是，
你都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你的出现只会玷污这场册封大典。保安，保安，请问有何吩咐？你们是怎么维持现场秩序的？让这种人都混进来，把他给我赶出去！先生，请您出示邀请函。参加这场册封典礼，我不需要邀请函。不需要？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还愣着干嘛？把他给我赶出去！好大的胆子！我家主人岂是你们这种人能碰？看来你是非要赖在这里不走了。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是你有资格进来的吗？小子，今天是我们战神的册封典礼，不是你这种底层的流移，想留就可以留下来。哦，你们战神殿殿主的册封典礼啊？当然，所以你根本没有资格留在这里。谁说他没有资格出现在这儿？他怎么也参加了？孟总，您来的刚好。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你什么时候来？都不走。孟总，我一直都想不通，你为什么非要走？你这样尊贵的身份，这样做值得？想不通，那是因为某些人有眼无珠。小子，你就是一个只会躲在女人背后吃软饭的垃圾。记住，他是我的男人。你敢打我？顾老板，你算什么东西，敢侮辱我的男人？你连给我男人提鞋都不配。你这又算什么东西？说不是你，他哪有资格站在这里？而我男人今天会在这场典礼上被授予一等护，他们店主也是这场典礼的主角。到时候我的男人一定会受到他们店主的赏识。你还说他给这个废物提鞋都不配，真是可笑。到时候我们整个高家的地位可就是水涨船高了。就是，这些东西可不是某些个开破保安公司的人能给得起的，是吗？我还是那句话，他连给我男人提鞋都不配。跟这些垃圾费这么多话干什么？他们不。你们俩可真是肆无忌惮啊！我告诉你们俩，真正的好戏还没有上演呢。孟小姐，当年陆林晨三大家族的继承人苦苦追求了你那么久，我就想看一看，等待会儿他们到了，会有什么好戏上。四大家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轻松拿捏的。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算你是我的前夫，我都替你感到丢脸啊！简直是丢脸至极。姐，你当初怎么会找到这么个废物？四大家族的人我正好认识，等待会儿他们到了，见到我的风采之后，就会全力支持我。小子，到时候你就能看清我们俩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对了，你身上不是有一个所谓四大家族的结盟信吗？等一会儿四大家族的人来了之后，你敢拿出来和四大家族的继承人验证吗？啊？东西就在这儿，有什么不敢的？你们说的很对，谁拥有了它，谁就可以凌驾于四大家族之上。谁这么大能耐，敢凌驾于我们四大家族之上？很好，说曹操，曹操到。你们等着，是吗？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别死鸭子嘴硬，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清楚，这可是四大家族的人。小子，就是你在侮辱四大家族？那也并没有吧？哼，还说你没有？当初拿着这破玩意儿说是四大家族的结盟信，我看这是在侮辱四大家族。他就在这儿，有什么意见？我可以作证，这个就是当年四大家族结盟的信龙珠如假包换。什么？这里面装的是我们当年四大家族结盟的信物，真是可笑！那颗龙珠就连我们四大家族都得不到，你以为你谁呀？凭什么可以拿到？云天，事到如今，你已经活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好啊，既然这破木盒里面装着当年四大家族的信，那就当众打开来，让我们大家看一看。赶紧打开来看看呀！这个木盒有密码封印，等时间到了，
我自然会投干。真是好笑啊，小子，我看你根本就不敢打来吧？别闹了，这龙珠就连4大家族都拿了，你又怎么可能会拿到呢？这颗龙珠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现在我要把它送给孟师姐。说起来，我本来有一枚祖传的扳指，但是我曾经给他送出去一次，所以我就把这颗龙珠作为咱们的定情信送给你。你真的要把它当成定情信物送给我们？没错，我送过一次定情信物，但是所托非人。但这次我相信送给你绝对不会错，因为你知道。云天，你真好。哈哈哈哈！好，真是太好了，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一幕啊！孟老，您来了。这么大的喜事，我怎么能不来呢？哈哈哈！还真把这么个破玩意儿当做4大家族的结盟信物了啊！没想到还真有人把我扔掉的垃圾当成宝啊！高梦洁，你待会儿就会知道自己有多愚蠢，是吗？那到时候就看看愚蠢的人究竟是谁。龙珠是真是假，姑且不说。穆若琪，你真当我不存在是吧？我追求你3年，现在当着我的面，你去接受他定情信物。当年苦苦追求我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哦。对，当初苦苦追求你的人，还有陆家、陆少、陆国超、陈家、陈少、陈宇，还有陆少。这么多优秀的人追求你，却连正眼都不瞧一下。结果转眼间，你又收下这小子定情信物。你要选择我们这优秀的人也就罢了，偏偏选择这江湖骗子，存心让我们这些追求者难看。你说谁是江湖骗子？我说他是江湖骗子，拿个垃圾玩意硬说是4大家族结盟的信物，不是骗子还是什么？没错，要是拿4大家族结盟的信物，就可以凌驾于4大家族之上，诱惑力也确实很大。会冒出这样的江湖骗子，完全可以理解。哼，且不说云天不是江湖骗子，就算他是，我喜欢就好，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好一句我喜欢就好，孟总，你身为孟氏集团的总裁，身居高位，还真任性啊！可你当初如果选择嫁给我，你孟氏集团将会得到林家的支持，更上一层楼，何乐而不为呢？孟老，您说对吗？你也不希望看到你女儿嫁给一个江湖骗子哈哈哈！我当然不希望我的女儿嫁给一个江湖骗子。哈哈哈！这不就对了吗？可问题是，云天他不是江湖骗子，而且我非常希望看到他能够娶我的女儿，并且我希望他们明天就给我生一个大胖小子。哎，若晴，这就是爸的心愿。孟老，我看你是老糊涂了。这小子从垃圾桶里面随便捡了破烂玩意，就敢凌驾于我们4大家族之上。很好，我现在叫你们好好看清楚，你们错过我林汉，到底错过了什么？顾兄，听说这位高小姐是你的女人，这样我林家向高家投资50亿。感谢林少。什么？李少要对我们高家投资50亿，这是真的吗？那当然，我林汉说话岂能有假？50亿，我没听错吧？这是50亿啊！哎呀，真是太好了！顾兄，我够意思吧？很好，林少，等今天这场册封大典，我们店主受到册封之后，我给你引荐引荐。你说的真的？当然，今天这场册封大典，我也将荣获1等功，我必定受到店主的赏识，给你引荐引荐，不是问题。你们战神殿店主在此之前虽然只是传闻，但是我林汉最敬佩的偶像。既然这样，我对高家投资追加50亿。好，感谢林少，感谢林少。林少要再给我们高家追加50亿，我不是在做梦吧？哈哈哈，好，太好了！我们高家这次真的要发达了。云天，你收回我们高家对产业的控制权，那又如何？一转眼，林少就为我们高家投资了100亿。
这多亏了狼峰，现在我才知道，和狼峰在一起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姐，要是你跟着某些开破保安公司的，我们高家恐怕一辈子也达不到这种高度啊！那是他。林少，你确定你要向高家投资100亿？孟小姐，你是嫉妒了吗？我嫉妒啊！现在你意识到当初拒绝我意味着失去了什么吗？我随便一句话就给高家投资100亿，这些本来应该属于你的。我本来可以全力协助你们孟氏集团，可你却将它无情地拒之门外。也不知道真正愚蠢的人到底是谁呀？孟小姐，请问你后悔吗？后悔？只要能跟云天在一块，我此生。没错，只有云天才是我女儿一生所爱。我陆家也向高家投资100亿。陆少，哈哈哈！又是一个伤心的男人。陆少也要向我们高家投资100亿。姐，好像是真的，陆少的确要向我们投资100亿。看来我们高家这次真的是时来运转了，4大家族一转眼就有2家向我们高家投资的金额竟然高达了200亿。那还不都是狼峰的功劳？是他带领我们进入册封大典的现场，我们才会如此的幸运啊！孟小姐，我着实想不明白，无论是我还是林少，相比于你婉之的这个男人，难道强了不止10倍吗？能否告诉我，你选择这么一个社会底层的废物，当初也要拒绝我的原因吗？没有原因，就是不喜欢。你不及我男人的1/10。他就是个开破安保公司的。就是，顾战神才是真正耀眼的存在。听到了，你男人就是一个开破安保公司、一个吃软饭的废物。今天参加这场册封大典，都是依靠于你才能进入，否则他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我没有资格站在这里，不好意思啊。如果今天我不在这里，这场册封大典就办不下去了。你能不能别在这胡言乱语，真是丢人现眼。小 Z， 你听好了，我不光是有这场册封大典的邀请，我还得到了那位店主大人的婚礼邀请。我是那位店主大人邀请的宾客，结果却不及你1/10，远远不及。如果加了我呢，又及你1/10吗？好像还是不及。哟，孟小姐，当初我们一个你都看不上，现在看来你是选了一个级。差不多吧。孟小姐，我扔掉的垃圾在你眼中是极品，真是可笑。废物，如果加上我，能不能抵你的1/10啊？还是不及。如果加上我呢？这又来了一个伤心的男人。陈宇、陈少。如今4大家族的继承人已经来了3位，如果再加上我，及得上他1/10吗？还是远远不够。我看你真是疯了，你自己有几斤几两，心里难道没数？他们4个加在一块儿，也还不及云天的1/10。龙国顶级4大家族已经有3位继承人站在你面前，再加上顾兄这位战神，你既然说还不如这个软饭男的1/10。我再说最后的一句，云天，他不是软饭男。翁小姐，现实摆在眼前，你既然还不承认，我们4大家族任何一家都能让你们孟氏集团更上一层楼，而他又能给你什么？云天本来就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我还奢求什么呢？这是我男人给我的定情信物，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是当年你们4大家族联盟时候的信物，人珠。一个我丢掉的垃圾，还在这里拿出来忽悠人，真是可笑至极啊！既然说是我们当初4大家族节目的信物，那你不妨打开，让我们好好验证。你敢吗？有什么不敢的？等一下，小子，如果你将这木盒打开，发现它并不是龙珠，那就是侮辱我们4大家族。你知道得罪我们这个后果很严重。我不需要这个，你并不想知道。
小子，面对我们四大家族，我是真不知道你是哪来的本气。云天他的确不孝之啊。好了，那就既然这样，等我们四大家族继承人全部等齐之后，好好验一验。没问题。哼，他就是开破保安公司的，怎么可能真获得四大家族的结盟信物？他就是随便找个东西冒充的。云天，恐怕这次你就是死到临头了，即便是孟氏总裁也救不了你了。无知真可怕。你说什么？哎，没必要你对随便见识，有失身价。顾兄，你既然和高家联系在一起，那我陈家就向高家投资100个亿。陈少，阔气。陈家，你要向我们高家投资100个亿？太好了，我们高家得到三大家族的支持了。孟小姐，你看到了，如果当初同意我的追求，我陈家向你们孟氏集团的投资何止100亿？你准备向高家投资多少个亿，跟我没关系。哎，我本将心向明月，怎奈明月照沟渠。照沟渠？陈少，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我女儿她到底是不是赵州。我没有兴趣知道这小子的身份，但我知道他侮辱了我们四大家族，下场一定会很惨。没错，四大家族的人终于到齐了，可以验一验你这个四大家族的结盟信物。叶小姐，您总算来了。今天这场典礼上，有人说带了四大家族的结盟信物来到了现场。我们四大家族的结盟信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也觉得不可能，可偏偏就有人说他是。叶小姐，我们就等你呢，四大家族的继承人，我们一起好好验证他所谓的结盟信物。叶小姐，如果有人随便弄什么破玩意儿就冒充我们四大家族联盟信物，那他就是在侮辱我们四大家族的尊严，对吧？那是自然。是你手里拿着我们四大家族的结盟信物？没错。真滑稽！我们四大家族的结盟信物，我们自己都无法获取，你凭什么能拿得到？可是我偏偏拿到了，你说奇怪不奇怪？如今四大家族的继承人都已经到齐了，你还在这嘴硬呢？真是一条可怜虫，这就是你与我之间的差距。云天，你够了！如果你现在给四大家族的继承人跪下道歉，就还有挽回的余地。我向四大家族的继承人下跪道歉，我就问他，你们受得起吗？真是不知死活啊！行了，我们4人全部到齐，小子，是时候打开这个木盒子了，验证到底是不是我们四大家族当年那个结盟信物。打开它，我根本不信这里面是龙珠。我相信云天。那你们就睁大眼睛给我看清楚了。哟，装的还有模有样的啊！四大家族的结盟信物多少有所耳闻，他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一个普通人的手里。我倒想看看你这个小子怎么收场。老黄，幸亏有选择了你，不然跟他在一起，我还指不定哪个蛋呢。得了吧，小子，别装腔作势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四大家族的信物。我看他就是个疯子。谁能想到孟小姐当初拒绝我们三大家族少爷的追求，没想到偏偏非要跟一个疯子在一起。哼！看清楚了，这个就是龙珠，是夜路陈林四大家族结盟的信物。什么？这真的是龙珠？四大家族的结盟信物，自然有四大家族的验证之法，否则这么容易伪造，谁都可以拿一个破珠子说是四大家族的结盟信物。没错，我们四大家族当年的结盟信物根本不可能被伪造。还好，真是吓死了。接下来我们就好好验证验证，如果这颗龙珠是伪造的，那么就完了。叶小姐，你们可以随便验。那么开始吧。什么？这真的是我们四大家族当年结盟的龙珠？怎么可能？根本不可能！这个小子怎么会有四大
大家族的结盟信物。连少，我错了是不是？你们肯定是弄错了。顾兄，你冷静点。虽然我们也不愿意相信，但是事实摆在眼前，我们四大家族继承人滴血验证，这错不了。这颗龙珠是当年我们四大家族结盟信物的龙珠。我还想送给你生日礼物。这个就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看看，这就是做你女人的下场，连份像样的生日礼物都收。只要主人打开这木盒上的密码，你将会看到一个东西，它就是由夜露、陈灵四大家族早年结盟的信物龙珠。有了这龙珠，你的身份立刻会暴涨100倍甚至1000倍，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云天，收起你的幼稚吧。说的竟然都是真的。曾经送了我一场顶子的荣华富贵，我竟然亲手把它给扔掉了。不可能，这不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姐，当初你就不应该扔的那么急，那可是四大家族的结盟信物龙珠啊！一旦拥有，便可凌驾于四大家族之上。结果就这么被你扔掉了。梦姐，你真是糊涂啊！当初就应该把它好好收藏起来。我不知道，他竟然会送的我是真的。这个是我们定情的情况，谢谢。云天，若清我以后就交给你了。妈妈，您可以放心的把若清交给我。孟小姐，既然我们已经确认你拥有了龙珠，那我们四大家族以后一定会全力支持你。孟小姐，之前我们3个都有得罪，请你多多包涵。孟小姐，我实在是不知道那个木盒子里面装的确实是龙珠。我相信孟小姐大人有大量，一定不会怪罪我们的，对不对？至于孟氏集团，我们四大家族一定鼎力相助。那就多谢各位了。不需要不好意思，之前在高家投资100亿，现在收回。你说什么？我只能说抱歉。他要收回我高家投资的100亿，老冯，这可怎么办？我跟你说，林少，你我相识多年，以咱们俩的交情，你之前承诺给高家投资100个亿，现在你要收回，不太好吧？是我的女人，这是给我顾老总面子了。不好意思，我们林家现在拥护的是孟若清小姐，至于你的面子，只能放一边。陆兄，我陆家也全力拥护孟若曦女士。陆少，你也要收回你之前承诺投资给高家的100个亿。陆少，你也要收回你之前承诺投资给高家的100个亿。正是。陆家也要收回。我真是，那你呢？一样。都不给我顾老总面子是吗？我告诉你们，今天这场册封大典，我也将被授予1等功。到时候我肯定会受到店主的赏识。到时候，就算是想要巴结我也不可能给你们这样的机会。没发生的事情，那可说不了。你不过是一个底层的蝼蚁，你懂什么？300亿就这么没有了？老冯，你难道眼睁睁的就看着300亿这么没了吗？四大家族想投资谁，那是他们的自由，谁也没有办法干预。那是自然。如今孟小姐运用我们4大家族结盟信物，按照当年盟约，她将凌驾于我们4大家族之上。那我们4大家族从此只会拥护孟氏集团，是吗？没到山穷水尽，一切皆有可能。老冯，难道你有什么办法？等着就行。也就是说，这些还有野心挽回的疑点。老冯，我就知道，我果然没有跟错人。我告诉你们很快就会知道，谁才是你们4大家族该投资的人。老大人，您总算是来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战神殿的第一战神刘啸虎，刘大人。什么？这位就是战神殿的第一战神？我去，这么说来，他就是仅次于战神殿殿主的存在。知道就好。郎峰，怎么，在这册封大典上，
还有人敢不将你放在眼里？刘大人，先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人高梦洁。你的女人？是的，是这个。之前四大家族承诺给高家300亿投资，但是他们转眼就反悔了，撤回了他们的承诺。这种事，正是。四大家族，你们什么意思？把我们战神殿的人不放在眼里，随便耍是吧？你们不将他放在眼里，就是不将我们战神殿放在眼里。知道今天这场宴会的主角是谁？是我们战神殿殿主。刘大人，误会，我们完全没有不将战神殿放在眼里的意思，更加不敢将那位传奇人物战神殿主放眼里。对啊，刘大人，这纯属是因为我们四大家族当时结盟的信物出现，所以我们才收回承诺的。刘大人，您有所不知，我们四大家族之前有个约定，谁拿着信物龙珠，我们四大家族就对那人鼎力相助。我不管你们什么狗屁信物，现在我只知道你们四大家族完全不将我们战神殿放在眼里，得罪了我们战神殿，就是你们四大家族来了不好使。既然之前承诺给高家投资，那就要遵守承诺。同时，你们四大家族不将我们战神殿放在眼里，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现在，我以战神殿第一战神的身份要求你们，之前对高家的投资再追加1倍。什么？追加1倍？那就升到600亿，我们是做梦吧？好，真是太好了！还得是狼凤，我就知道狼凤最棒。之前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要让我们随便支持高家，这不可能。而且我们更不会背叛当年的承诺。既然孟小姐拥有了龙珠，那我们四大家族也只会拥护孟小姐旗下的孟氏集团。没错，让我们向高家投资600亿，这不可能。林少，你不要不知好歹，刘大人是在给你们高攀的机会。不要忘，我们战神殿的殿主是今天这场册封大典的主角，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很快，他就会来到这里。因为我们的关系，如果你们投资高家，没准我们战神殿的店主会高看。狼峰说的对，你们四大家族可要考虑清楚。没什么好思考的，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四大家族也只会拥护孟小姐，除此之外不会向其他任何人投资，更不会被你们威胁。四大家族，我劝你们最好乖乖听话，我可不是在威胁你们啊。林少、陆少、陈少，与你们相识一场，我善意的提醒你们，如果你们惹怒了刘大人，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战神殿的店主很快就会来到现场，如果让他知道你们如此不把我们战神殿放在眼里，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四大家族绝对不会支持毫不相干的，甚至是与孟氏集团相对立的高家。四大家族在我们战神殿眼里算个狗屁东西。既然如此，那也就不要怪我了。今天是我们店主大人的册封大典，既然你们四大家族看不起我们战神殿，那这场宴会我们也不欢迎。来人，四大家族的人统统都给我赶出去！想赶我们走没那么容易。我们四大家族不仅收到了册封大典的邀请函，更是收到了战神殿殿主大婚请帖。没错，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来参加册封典礼的，同时也是来参加战神殿殿主的婚礼。想赶我们走，还得你们战神殿殿主亲自。什么？战神殿殿主今天要在这里举婚礼？狼凤，你有收到大婚请柬？我没有收到任何店主要结婚的消息啊，我也没有。那这是怎么回事？虽然我从未与店主见过面，但是据我所知，店主早已成婚，今日他又怎么会在这里举办婚宴？哼，所以你们的请帖是伪造的。到底怎么回事？不可能，这结婚请帖比真金白银还真，不可能是伪造的。是啊，怎么可能是假的？哼，还在装，敢伪造我们战神大人的结婚请帖，真是好大的胆子！我看你们玩完了。我这请帖绝对是真的，没有造假。
我们战神大人的册封大典，容不得某些宵小作祟。如果你们投资高价，看在我的面子上，没准还有商量的余地。否则，就只能被刘大人打断你们的腿，像狗一样从这儿扔出去。你们最好识相，不然把你们打断腿扔出去，那可就不好玩了。还真是越来越有理。他们的大婚请柬是我发的。你喜婚那是以前，我现在已经离婚了。今天我就要跟若清在这儿举行我们的大婚。战士，你发的？怎么，看起来不像吗？云天，这里乃是战神殿殿主册封典礼的举办之所，而且一会儿狼峰就要在这里荣膺一等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办婚礼？谁允许你在这儿办婚礼的？跟他废什么话？连他一起打出去！不好意思啊，今天我还真的出不去。你算个什么东西？跟店主不敬，你是找死是吧？我就是战神殿殿主，你来动我一下试试。你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主人是如假包换的战神殿殿主，参见你。我去，他就是店主啊？太不可思议了！你就是战神殿殿主？没错，我的男人云天就是货真价实的战神。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怎么可能会是你？你就是一个开破安保公司的店主，那是我一直仰慕的存在。敬仰我，那还是算了吧。还有，是谁规定的战神殿店主不可以开安保公司啊？我们店主一直在海外执行某项秘密的任务，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见过你，但是你绝对不可能敢冒充我们的店主，你会死得很惨的。云天，你刚才拿出四大家族联盟的信物龙珠，我还一度后悔跟你离婚，后悔把龙珠扔掉。现在看来，你就是个不知死活的疯子。不知死活的疯子？难道我说错了吗？战神殿店主是怎样的存在？一人之下也是你能冒充的吗？我告诉你，国主今天在这里要册封的人是我，背后的那张至尊椅也是为我准备的。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是在玷污战神殿店主！云天，你干什么？我呢，只不过是要坐在属于我的位子上。你这个废物，今天你是彻底死到临头了！狼凤，我真庆幸当初遇见你，不然我们高家可就要被这个废物给牵连了。是，顾战神，你就是我们高家的救星。对，真是多亏了顾战神。实在是可笑，都到今天这一步了，你们还不相信云天的身份？我可以证明，云天就是真正的战神殿店主。荒谬，一派胡言！你只是孟氏集团的总裁，怎么可能和战神殿店主扯上关系？因为还是我来说吧，那是因为孟氏集团前段时间突破了某项核心技术，而有人想要夺走这份核心技术的资料，而我呢，负责保护这份资料。我与孟小姐便是因此结缘。该死的，难怪那么周密的计划黑龙都会失手，原来店主亲自出手了。他竟然真的是店主了，怎么办？这不可能！编，你继续编！你不过就是开破安保公司的，你怎么可能接触技术核心资料？你就是个冒牌货！你玷污我们店主，今天你不可饶恕！废物！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顾大夫，你要干什么？玷污我们店主，还坐上了至尊椅，今天你非死不可！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
信我打不死你！没死？怎么会这样？你还真是狗急了跳墙，敢对我开枪。刘大人，他不仅点我们店主，还坐上了至尊椅，我们一起上，拿下他肯定是大功一件。好啊，那就一起来。小子，你敢玷污我们战神殿殿主大人，找死你！一起上，1万次都不够。国主到！该死的，为什么不晚来一点？说起来吧，今天是战神殿殿主的册封大典，都干嘛呢？战神殿殿主云天拜见国主。好了，今天册封大典，你才是主人，别这么客气。什么？原来他真的是战神殿殿主云天，原来你真的是战神殿殿主。今天册封龙至尊的人就是你，你骗得我好辛苦，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的身份？是啊，你要是早点告诉我们，我们高家一定会把你当祖宗一样供奉着的。不需要，再说我就算告诉你们，你们会相信吗？高梦洁，你已经被他蒙蔽了双眼，你满心满眼全是他，甚至还想掠夺我的财产来送给他。对不起店主，对不起店主，我真不知道你是店主，要不然我绝对不敢换你的女人，我求求你饶我吧！我的女人，她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已经离婚了。云天，我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好吗？小雅，你来告诉大家顾狼风的真实身份。是店主。隐藏身份？狼风还有什么隐藏身份？楚狼风，你还是我的！姐！你个混蛋，放开我姐！畜生！你快放开梦姐！你害得我们高家还不够惨吗？我害你们，是你们自己太蠢。店主，你到最后还是不能拿我怎么样是吧？给我准备一个直升飞机。姐，你没事吧？好了，间谍已除，今天被间谍带进现场的闲杂人等也不属于册封大典，驱逐出去吧。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立刻离开。云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求你了，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求求你了，云天。楚狼风，你还是我的！我杀你！你个混蛋，放开我姐！畜生！你快放开梦姐！你害得我们高家还不够惨吗？我害你们，是你们自己太蠢。店主，你到最后还是不能拿我怎么样是吧？给我准备一个直升飞机。姐，你没事吧？好了，间谍已除，今天被间谍带进现场的闲杂人等也不属于册封大典，驱逐出去吧。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立刻离开。云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求你了，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求求你了，云天。不需要。好啊，接下来是我跟孟小姐的婚礼，有些人不适合在这里。婚礼？你们立刻出去！怎么会这样？姐夫，姐夫，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云天。姐夫，姐夫。接下来是我跟若星的婚礼。国主，我
想请您给我跟若金做一个婚礼的见证人。好啊，原本是册封和庆生双庆大典，现在是册封和婚礼，还是双喜临门呢。谢谢伯祖。现在我们四大家族准备的贺礼也终于可以安排进来了。叶林路城四大家族的贺礼送到：陈家法拉利250 GTO 一台，陆家阿波罗蓝钻耳环一对，林家海洋之心项链一副，叶家卡地亚钻戒一对。若姐，你愿意陪我在巅峰看风景吗？不愿意。